那你看到我下面这个主要的持仓，它目前的话呢，未实现盈亏呢是来到了 118%， 那总共呢是赚了大概是10万美元。那上面这一个仓位的话呢是股灾来的时候的加码，那它的未实现盈亏的话呢就是 273%， 那它目前赚到的钱大概就是15000元。从1999年4月份到2026年的5月份，每月进行1万元的定期定额投资，你总共的话呢会投入330万元。如果你选择买入美国大盘 S&P 500指数的 ETF SPY， 最终你会滚出近1900万元，成长近5倍，这是一般散户投资人的一个投资绩效。那如果你是积极一点的，你改买美国科技股大盘的 ETF QQQ， 最终你会得到3700万元，成长是11倍。但如果是渴望资产快速增值的人，也就是正在看影片的你，其实还有一种更快且风险相对可控的方式，也就是这期会跟你分享的杠杆 ETF 组合。同样的本金，最周资产会来到6500万元，成长将近20倍。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我们先将自己的手给举起来。如果我等一下讲到的内容你不赞同的话呢，就可以将你的手给放下。首先，你是不是一个每个月拼命工作赚钱，然后呢买了各种指数型的大盘 ETF， 甚至的话呢你还进行选股？夜市章鱼烧从5年前的3盒100到现在1盒就要65元。通膨啊上升的非常的惊人，虽然你的投资绩效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呢你还是希望有更好的存股方式，让你可以快速的去存到退休金。如果到现在你的手都还是举着的，那这期影片肯定可以帮助到你。今天这期影片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千万增仓账户，我会跟你讲我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杠杆投资来存我自己的退休金。那我的方法逻辑很简单，你也可以进行轻松的复制执行哦。那我们就马上开始。首先，我从2020年，也就是5年前呢，我离职的时候呢，资产是100万台币左右，到现在呢，净资产是来到了2-3千万台币。我自己的核心的致富思维就是，投资策略呢，执行起来要省力，主动放松的话呢，要投入全部的精力。这样的话呢，致富道路才够稳定。所以呢，我投资的时候呢，通常会选择指数投资。这样子的话呢，我才不用花一大堆的时间来研究股票，而且指数大盘进行一个长期投资啊，赢过主动基金的几率基本上都是落在90%以上。我不用费力就能打败超过90%的专业基金经理人。我觉得我非常的满意，但是我也跟你一样，我还是会觉得单纯的指数投资绩效有一点一般啊。我现在呢还年轻，我的赚钱能力啊非常的高，我一年啊可以赚一个股本，我愿意呢承担更高的波动性的风险，来换取更高的潜在报酬。那有什么办法吗？有，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期影片的重点。杠杆 ETF 的投资，想想看，我会投资某一个指数型的 ETF， 通常就代表说呢，我判断它可以持续的上涨。那没有意外的话呢，我就会一直持有这档指数型的 ETF。那我为何不直接杠杆放大它的绩效呢？这样我不就可以更快的去存到我的退休金呢？那首先我要去介绍我自己的主要持仓，也就是 QQQ 这一档 ETF。这档 ETF 呢，它是追踪美国的纳斯达克100指数，也被俗称为美国的科技股大盘。我们来进行回测区间的话呢，从2010年的2月份拉到2026年的5月份，投资的资金的话呢，就是单笔投入，年初投入1万元。最终 QQ 这档 ETF 它的资产是来到了17万7千元，年化报酬率是高达了惊人的 19.4%。但是呢，如果我们进行了一个杠杆投资，也就是呢，我们去投资一档 ETF， 它是将 QQ 它的每日涨跌幅放大3倍，也就是说 QQ 这档 ETF 只要上涨 10%， 那我们这一档杠杆型的 ETF 它就会上涨 30%。反之呢，如果 QQ 下跌 10%， 那这一档杠杆型的 ETF 它就会下跌 30%。那如果 QQ 长期上涨，那这个杠杆型的 ETF 它的绩效到底是会更好还是会更差呢？那 TQQQ 这一档 ETF 从2011年投资到了2026年同样的区间，最终它的1万元会变成317万1千元，它的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非常惊人的 42%。以上这两档 ETF 它们的绩效差距非常的巨大。那这时候你心中可能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呢，
2010年到2026年美股大牛市啊，我赚得盆满钵满，我是不是就要直接去 all in 这一档杠杆型的 ETF 呢？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啊，去吧 ，all in TQQ 这档 ETF 啊，只要你现在投资100万啊，15年后呢，你就会变成亿万富翁。那我们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当然没有那么的简单哦。首先啊 ，TQQQ 这一档 ETF 啊，它是成立于2010年。你知道2010年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它是一档非常年轻的 ETF， 尽管它已经16岁了，主要是因为它没有遇到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及美国的股市大崩盘，像是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 ，QQQ 这档 ETF 呢就下跌了80%。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 ，QQQ 这档 ETF 呢也下跌了50%，都是非常著名的大股债。但是呢 ，TQQ 这档 ETF 呢刚好完全的错开了。这就像是呢，情侣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呢，在你眼里，你的另外一半全部都是优点，因为啊，短期顺风顺水，你根本就看不出问题。但是呢，当你交往了1年、2年，乃至5年，或者是10年，时间越久，你们中间遇到的问题就会越多，你才能看出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投资也是一样啊，我们必须要将时间给拉长，要包含进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以及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我们才可以说这一档 ETF 和这个指数这个投资策略有没有效。但是 TQQQ 这档 ETF 它就是在2010年之后才成立的，那我们要怎么回测2000年到2008年它的表现呢？那我自己是使用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呢，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将已经存在的 ETF 设定参数，让它的每日涨跌幅放大3倍。也就是说，我可以产生一档新的模拟 ETF。小 TQQQ 这档 ETF 就是将 QQQ 这一档原型 ETF 呢，它的每日涨跌幅直接放大3倍。那我将它与真实存在的 ETF TQQQ 来进行比较。红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真实 ETF TQQQ， 那局限的话呢，就是模拟型的 ETF 小 TQQQ。你可以看到，模拟出来的小 TQQQ， 它的绩效只略输于真实 ETF 大约2到3%，它们整体的绩效的误差非常的小。也就表示说呢，我们如果要进行回测数据的话呢，这档小 TQQQ 的模拟 ETF 它的可靠度就会非常的高。那我们用这档 ETF 来进行回测就没有问题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回测。我们回测时间从1999年的3月份回测到2026年的5月份，这样我们就可以囊括了科技股的噩梦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以及美国的经济大衰退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那我们起初的话呢，一样投入1万元。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蓝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原型的 ETF QQQ， 红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模拟的 ETF TQQQ。最终你可以发现到100%的3倍杠杆 ETF TQQQ， 它会产输给100%的原型 ETF QQQ。那前者模拟的 TQQQ 这档 ETF 呢，最终资产竟然只有约2万元，后者的原型 ETF QQQ 它则是成长到了 15.6 万。年化报酬率则是来到了 10.6%。看到这个数据呢，很多人就会得到一个非常表面而且呢简单暴力的结论，那就是当然 ETF 遇到股灾的时候会跌得跟屎一样，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在股灾的时候使用，它根本就不适合长期持有。你觉得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那看影片时堂你就会知道，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的单纯。我们其实只要稍微的去改变一下我们的投资配置，一切将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直接先说我的结论，那就是股灾来临的时候呢，你可能更应该使用杠杆 ETF。 只要你深信这个杠杆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最终会反弹，并且长期向上。如果我们将 TQQQ 这档 ETF 进行投资组合的配置，也就是呢，我们配 60% 的杠杆 ETF TQQQ， 其他 40% 则是配上 cash， 也就是现金。那现金的话呢，常见是美国3个月到期的政府债券。然后呢，我们进行每年年底的投资组合再平衡，也就是将比例再次拉回6:4，其绩效竟然大
大幅的超过了圆形的 ETF QQQ。我们直接看下面这张图，蓝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圆形的 ETF QQQ， 红线的部分就是3倍杠杆的 ETF TQQQ， 那黄线的话呢，则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64组合。那你可以看到，最终 QQQ 的资产是来到了 15.6 万嘛，然后呢 TQQQ 的资产会来到 11.7 万，那64组合的最终资产则是来到了 63.2 万，年化报酬率是高达了 16.5%。投资配置啊，使得一个原本长期回撤，也就是遇到了2次大股灾的绩效像一坨屎的 TQQQ， 忽然间就香了起来，真香！哎呀，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64配置啊，它有保留大量的现金部位，这让我们能在谷底的时候呢，自动去进行弹药的补充。之后呢，股市反弹呢，我们的投资账户所产生的动能就会非常的强劲。这个动能到底有多强呢？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呢，现在 QQQ 的股价是100块钱，然后呢，它连续涨7天 10%， 就会变成200块钱，也就是呢，它加了100%。那如果呢，你是购买了一档3倍杠杆的 ETF， 这连续涨7天的 10%， 就会变成连续涨7天的 30%。最终呢，你这一档杠杆 ETF， 它就会从100块钱变成630块，成长了将近530%。增加量啊，是远远的超过了它的杠杆倍数，也就是3倍。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在股灾的时候，也就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们买入了新的杠杆 ETF， 届时反弹啊，就会产生巨大的收益，而这个收益呢，甚至会远远超过原型 ETF 的杠杆倍数。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蓝线的区块的话呢，就是 TQQQ 它的比例，那黑色的区块的话呢，则是现金的比例。你可以发现到，从2000年到2002年，每一次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就是在年底的时候，都会使得原本已经大幅下跌的 TQQQ 的部位呢，大幅的回补到原本设定的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每年固定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进行买低的操作哦。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那就是呢，如果你要进行一个杠杆 ETF 的投资，你的投资组合一定要能在股灾的时候呢，有办法进行加仓，而要有办法加仓，那当然就是要有一个现金的部位，现金部位就可以起到一个平时保留弹药，在股灾来的时候呢，自动加仓的操作哦。那我们杠杆 ETF 这个投资组合，我们这个配置到底要怎么配比较好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大跌幅就可以知道。你可以看到 QQQ 的最大跌幅发生在2000年到2002年，最大跌幅呢是来到了 83%。你要知道哦，这一档 ETF QQQ 它可是原型 ETF 啊，但因为它是投资美国的科技股大盘，所以它在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而 TQQQ 这一档3倍杠杆的 ETF， 它的最大跌幅竟然来到了 99.98%。这代表什么？代表说呢，1万元最终只剩下2块钱。这告诉我们千万不要 all in杠杆 ETF， 而尽管我们配置出来的64组合呢，它的一个跌幅相对减少，但也有高达 93% 的跌幅，1万块啊，最终只剩下300块啦。虽然比2块钱好一点，但是呢，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最大跌幅吗？我觉得啊，它最少配置起来要比原型的 ETF QQQ 它的波动性还要低吧？有没有办法呢？当然有办法，我们就持续的去减少杠杆 ETF 的比例，增加现金部位。我们再来加入2个比较，一个是46组合，也就是 40% 的 TQQQ 加 60% 现金，另外一个组合则是 20% 的 TQQQ 再去加上 80% 的现金。我们来看它的最大的跌幅跟它的绩效。那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一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蓝线的部分就是原型的 ETF QQQ， 那黄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64组合，那浅蓝线的话呢，则是46组合。那直线的部分的话呢，则是28组合。那你可以看到46组合当中，因为它相对于64组合有更多的现金部位的保护，结果呢，它的波动性啊，竟然比原型的 ETF QQQ
还要更加的低，最大跌幅呢大幅的减到剩下 78%。你不要忘了哦，它可是一档杠杆的投资组合哦，它的跌幅竟然比原型的 ETF 下跌的更少，而且呢它的年化报酬率竟然高达了 14.7%， 也比原型的 ETF还要优异。而另外一个组合是28组合，虽然它的最大跌幅是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47%， 但是呢因为它有太大量的现金部位了，结果呢导致它的最终的投资资产只有 12.7 万，是大幅的落后于原型 ETF QQQ 的 15.6 万。主因部位当然是因为它现金部位多，拖累了整体的投资绩效。那我们前面配置的这个46投资组合，它有一个更惊人的一个现实，那就是它的夏普值竟然也比原型的 ETF 还要优异。那什么是夏普值呢？那夏普值简单来说就是投资人每多承担1单位的风险，他能换取多少超额的报酬。当这个夏普值越高，就代表说你的投资 CP 值更好。也就是说呢，你多承担了这么一点的风险，结果呢，你可以获得非常多的报酬，就是你夏普值非常的优异。那夏普值比较低，就是你多承担了一点波动、一点风险，但是呢，你获得的报酬却很少。那这夏普值的 CP 值当然就不好。那我们配置出来的比例，不管是64组合，或是46组合，乃至28组，他们的夏普值都比原型的 QQQ 还要优异。我们这样分析下来，不知道你是否跟我有得到一个相同的感觉，那就是呢46这个组合啊，在过去1999年到2026年的回测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比例。我们把它直接单独拉出来，来跟原型 ETF 来比较。我们看下面这张图，浅绿色的话呢就是46的投资组合，其资产走势啊基本都是在浅蓝色，也就是原型 ETF QQQ 之上。这样分析下来，我真的觉得46组合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配置。对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股市盘整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呢，现金比例比较高的组合当然能起到相对好的缓冲。但如果是在长牛股市上涨的阶段，现金比例高的组合，它的绩效就会逐步的落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黄线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的64组合。那浅蓝线就是我们的46组合，你可以看到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基本上就是 QQQ 它是属于一个横盘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46组合它的一个绩效就是比64的组合还要好，但是在2010年之后到2026年就开始开启了股市大涨长牛的一个阶段。你可以发现到64组合就逐步的去超越了46的组合哦。当然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因为它的一个杠杆曝险的部位相对比较高，那在长牛的阶段之下的话，它的绩效当然就会变得比较优异。我们讲到再平衡的频率啊，一定会有人疑问，那如果我都不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就像是46的投资组合，完全没有进行再平衡，那投资绩效会是如何？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比例配置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完全没有进行一个投资组合再平衡，那你的蓝色区块，也就是杠杆曝险的部位，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直接耗尽了。后面有非常长，大概10几年的时间你的杠杆曝险部位将近于零。但是如果你有进行每年投资组合再平衡的话呢，那你在谷底的时候，像是2003年跟2002年的时候呢，你就会进行一个自动的买低卖高，好在每年的年底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杠杆曝险部位都会维持在一个蛮健康的一个状况。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完全没有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因为它的杠杆曝险部位实在非常的少，所以呢导致它的年化报酬率最终呢也不到 2%。好，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杠杆投资组合的配置一定要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因为有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的话呢，它就可以自动帮我们进行谷底买进，甚至在高点的时候呢，自动帮我们进行获益卖出。那这个再平衡的频率能不能把它提高呢？像是我们从1年的再平衡改成每半年进行再平衡，或者是呢每月进行再平衡呢？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下面这张图的话呢，蓝线的部分就是46投资组合每年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红线的话呢也是46投资组合，但是呢它是每半年进行一次再平衡。那黄线的话呢，一样也是46组合，但是呢它是每个月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一个趋势，那就是随着你再平衡的频率的增加，你的整体投资绩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甚至波动性和最大跌幅都有明显的上升。1年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呢，它的最大跌幅是来到 78%， 每半年一次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它的最大跌幅是来到了 87%，
每月投资组合再平衡，它的最大跌幅更是来到了90%。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原因当然是很简单嘛，我们直接来看下面这张比例的图，从上而下分别是每年一次再平衡、每半年一次再平衡跟每月进行再平衡。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当我们提高再平衡的频率的时候呢，确实能让杠杆曝险的部位呢更容易维持在我们设定的标准，也就是60%的一个杠杆曝险。但是呢，因为我们遇到了股灾可能会持续2年，甚至可能会来到3年才进行一个反弹。那这段期间，每一次投资组合再平衡，其实呢，你都是在接一次下落的刀子，这就会让我们的资产快速的缩水。如果是在股市长期上涨，像是2010年到2026年，就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蓝线的部分的话呢，一样也是每年投资组合再平衡，红线的话呢是每半年，那黄线的话呢则是每月。你一样也可以发现到，在这个上涨的趋势，也就是2011年到2026年当中，频繁的进行再平衡，同样表现不佳。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其实逻辑很简单，就像是呢一个长期上涨的牛市当中，你每个月或者是每半年就进行了一个再平衡，那就等于是说呢，每次呢它只要涨一点点，你就进行获益了结，然后呢卖出仓位，然后持续上涨，你又持续的再卖出仓位，反复的如此下去，就像是持续的进行杀鸡取卵。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度频繁的投资组合再平衡会导致呢持续下跌的阶段呢持续的接刀，持续上涨的阶段的话呢，反而持续的杀鸡取卵。所以投资组合再平衡呢，基本上1年1次就非常的足够。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策略已经完成了80%到90%，那就是46的资产配置，再去加上每年的定期再平衡。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策略，就是大家都会做的策略，那就是定期定额的投资。定期定额投资加上去之后呢，整个绩效会出现一个非常惊人的转变。每月有赚钱，每月都存钱投资，这个是现代人的必修课。假设我们青壮年人口现在25岁到50岁之间，正在努力拼斗，想要快速的去存退休金。我们于1999年3月份开始投入1万块钱，之后呢，每月底定期定额再投入1万块钱，并且呢，每年年底的时候呢，进行一个投资组合再平衡。到2026年的5月份，我们最终呢是投入了327万。那绩效会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首先深蓝线就是 100% 的 TQQQ， 那红线的话呢就是64组合，那黄线的话呢则是46组合，那浅蓝线的话呢则是 QQQ 的原型 ETF。 你可以发现到原型 ETF QQQ 它最终的资产是来到了3800万左右，它的投资报酬率是1050%，非常的不错。而备受我们青睐，有非常低的波动性，然后报酬相对比较高的46投资组合，它的最终资产则是来到了6500万，投资报酬率是高达了1900%。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啊，它比原型 ETF QQQ 整整多赚了约1倍。而且我还发现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那就是 100% 的 TQQQ 它从原本遇到股灾就像一坨大便，加上定期定额再投资之后呢，它整个绩效容光焕发。你可以看到 100% 的 TQQQ 确实在股灾来临的时候，2000年到2002年受到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它在2001年3月份的时候呢，它一度剩不到2万块钱，当时原型 ETF QQQ 都还有13万。但因为呢，我们有持续的定期定额的投资补充弹药进行抄底，使得呢之后呢科技股大反弹。100% 的 TQQ 呢，它的绩效就大幅的飙升，甚至呢，它在200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超越了其他的投资组合。只不过呢，非常戏剧性的是，它才刚超越，又马上遇到了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一个大股灾。然后呢，它又再次的大幅的落后。不过2010年以后，美股进入了长达15年的大牛市，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进行。TQQQ 呢又再次的崭露头角，最终呢，它以3.8亿的惊人数字大胜其他的投资组合。那为什么 100% 的 TQQQ 它最终绩效会大胜呢？那当然就是因为它有定期定额的持续的投入，因为定期定额持续投入的现金就是一个新的弹药，它让 TQQQ 可以在谷底大家最绝望的时候呢，
依然有源源不绝的子弹在持续的买进，买好反弹获益的种子。所以 Kevin 我自己才会一直在脸书粉丝团跟 YouTube 当中就一直疯狂的强调，如果你想要变有钱变富有，你绝对不能只靠投资，你一定要注重你的本业，千万不要轻易的离职想当一个少年的股神哦，因为有本业的持续的收入，你才能在股灾的时候呢，依旧有钱加码，有信心加码，有能力加码。那这套杠杆投资策略最强的地方，就是它跟我的财富思维是相辅相成。我不用再花一大堆时间去研究股市，我每半年或是每年只要做一次投资组合再平衡，剩余的时间呢，我就可以将我的脑力、我的专注力、我的精力完全 focus 在我的主动收入的一个赚钱上面，一边是杠杆投资，一边是主动收入持续的增加，这样子才是财富增长的最强的方程式哦。所以我们看完了上面这些极限的回测，你可能会有疑问 ，Kevin 我到底会怎么样去执行这个杠杆的投资策略呢？那主要有2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重点，如果你要执行这套策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用卫星策略的方式来进行执行。我们单独要开设一个分离账户。我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100% all in 杠杆型的 ETF， 因为每次遇到股灾的时候呢，都是账户归零的一个心理考验。我建议你就直接开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账户，它是独立于你的主账户之外，然后配置一个你可以接受的资产。假设你的总资产是1000万，那你可以配置个100万或者是200万来执行这套策略。那这个账户呢，纯粹就是用来执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杠杆策略的组合。那这个账户就会与你的主要的账户是完全分割开来，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计算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呢，它在心理上可以为你筑起一道防火墙。亏损的波动就是控制在这个账户当中，这个账户在场，就是这个账户拜拜，完全不会蔓延到你的主账户当中。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呢，每月定期输血，雷打不动的规律操作，不论市场的涨跌，时间到了就是要进行扣款，特别是当股灾来临的时候这时候你更要保持纪律，绝对不要停止输血，甚至在能力范围内呢投入更多，买进更多的血包，因为这会决定你日后是翻身赚大钱，还是黯然离场的分水岭哦。好了，我们上面讲了这么多杠杆投资策略，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购买这个3倍杠杆型的 ETF， 像是 TQQQ 呢？那第一个方法就是使用我们台湾的副委托。那我们台湾的副委托是可以去申请去购买海外的 TQQQ 这一档 ETF， 不过呢，你的资格是有一点门槛的，像是呢，你必须是一个专业投资人，或者是呢，你要去签署杠杆以及反向型 ETF 的风险预告书。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自己的申请的资格也是有条件的，像是你要在台湾的期货交易所上面呢，要进行10笔以上的期货交易。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使用副委托去购买这种 ETF 的话呢，你可以去询问你自己券商的作业员，看他们有没有提供这些服务，以及你的资格符不符合哦。那第二个方法是比较常见的，那就是使用美股券商。好像我自己的话呢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 Kevin 我自己不管是纯退休金或者是领孝亲费给我妈妈，我都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 IB 透证券的话呢，它是一家美股的上市券商，目前的话呢，它是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也就是说呢，它是美国的500大企业之一。目前它公司的市值是来到了1440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是 4.5 兆，是比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富邦金、国泰金跟中信金加起来的市值都还要大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示范如何在 IB 上面购买这一档 ETF。首先我们要先前往 IB 的网页版，那 IB 的官网的话呢，我有将它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自己浏览当中，你可以自己点击前往。那前往官网之后呢，就要登录我们的账号。好，那登录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接下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一个社区这边的话，你点击下去，然后输入我们的股票代号，就是 TQQQ。好，我们输入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档的 ETF。那我们要寻找的是一个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个纳斯达克。那你这边的话，你就点击它。好，点击它的话，你就会来到它的一个交易界面啦。你会看到这一档 ETF， 它的名称叫做3倍做多 QQQ 指数的 ETF。目前的话呢，它是 87.2 块钱，然后呢是美元计价的。那如果你确定是这一档 ETF 之后，你就这边点击买。好，点击买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边跳出了它的订单委托单。那我这边的话呢，可以输入数量。假设我们这次要买1股的话，我们就输入1。
然后右边这边的话有一个 share 的话呢就是股数的意思。那如果你要买1股的话，这边就用 share， 但是如果你是用现金，好像是说什么你要买100美金的来计价的话，你这边点 USD， 然后这边就可以选择100美金。那这样的话它就会一次就是购买100美金。但如果呢我们一般人是使用 share， 那我们就使用股数的方式，就点击1。好，接下来往下滑，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委托单的类型，那它有非常多的一个价格的类型。那我自己建议大家都选择现价，现价是最标准的一个方式，因为现价的话呢就不会超出你自己的预期啦。那现在的股价的话呢是 87.22， 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 C？这个 C 是什么意思呢？这 C 就代表说呢，这个是这个交易所主流交易所最后一次的成交价。因为我现在拍片的当下是台湾的一个上班时间，也就是早上的时候，那美国当然是休市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当然就不是最及时的价格，所以它会显示一个 C。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一样还是可以挂单像我这边的话呢，我可能会挂80块钱。好，我们输入80块钱之后呢，我们再往下滑，这边有个有效时间。那这有效时间意思是什么？有效时间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订单委托单它会持续多长的时间。那我通常的话就是选择日，也就是说我今天提交出去，如果今天没有成交，它就会被取消掉。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才可以比较控制我自己的成交的价格。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常规交易时间以外 ，yes 或 no。yes 的话呢，就代表说呢，你允许你这个订单呢，可以在那种非正常开盘的时间你像是你在盘后或是盘前，或者像是一般的那种非常零碎的时间可以进行交易的话呢，你就可以点击 yes。那我自己的话呢是选择 no， 因为如果你不是在正规的交易时间，好像是盘前或是盘后这些时间你去进行交易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流动性比较差，所以你可能会交易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价格。但是呢，如果你是非常急迫，好像是你听到某一个新闻，你就想要马上开始进行操作的话呢，你再选择 yes 就好了。好，那我这边就选择 no。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边有问说你要全部成交或者是不成交。什么叫全部成交或不成交呢？就是说你这次订单提交出去之后呢，它会一次把你全部一起成交，还是它要分批次的成交？如果你是选择 yes 的话呢，那你这个订单可能就是假设你是要买100股，那别人就一次要卖100股你才可以买入。那如果你选择 no 的话呢，你这100股可能就会被好几个人成交，像是有人可以先卖你10股，接下来卖你20股，然后其他人再卖你个零碎的股，然后把它凑成100股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比较确保你可以成交。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 no，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预览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交易的金额以及它的手续费。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次交易的一个价格就现价是80块钱，然后股数的话呢是1股，然后呢交易的佣金的话呢是 0.35块，总共加起来的话呢，那费用就是 80.35块。你看到这个交易佣金大概就是 0.4% 左右。好，那如果你确认的话呢，你就点击提交买单就可以买咯。好，当我们提出订单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资讯。那这资讯是什么意思？这个资讯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提交出来的现价委托单，它的价格跟市场的价格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差距。好，像是我们刚刚不是提交我们要买80块钱的吗？但是它现在的一个市场价格大概是87块钱，这中间就有一个蛮大的差距。那 IB 通券有一个系统，它会隔绝那一种扰乱市场的这种委托单，就是说呢，你的价格跟那种市场价格差距非常的大，那它就不会让你去执行。但是如果你想要执行的话呢，它就会使用这个价格管理算法。好，就是说呢，它会用一个价格稍微帮你调整一下，让你的订单呢可以提交出去，不会马上被拒绝。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最后的成交价格还是会跟我们的限定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可以选择用于此委托单。好，那我们点击下去之后呢，这边会跳出这个警示。那这警示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并不是美国的交易时间，所以它现在不会马上送到主流交易所。我们这边点击确定就好了。好了，我们点击确定之后呢，下面这边右边我们点击 Done。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订单就已经提交出去了。那如果你想要修改你的订单，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个交易，你把它点击下去，这边有个委托单以及交易，好，把它点击下去，你就会看到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提交出来的一个委托单，它目前的话呢是还没有成交的。那如果你想要进行修改的话呢，你可以点击旁边这边3个点点，这边有个修改。那你就可以修改它的一个价格。那我自己在进行购买的时候呢，我会慢慢的去调整我的价格，就是我可能提交出去，没有成交，那我再稍微把它调高一点，让它更容易去成交。那我就会来这边进行一个修改。那假设我们这次已经修改完成了，那我们就可以点击下面这边有个提交修改委托单，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委托单就会进行修改咯。那大家如果想要在 IB 银通证券上面交易 TQQQ 这种杠杆类型的 ETF， 其实我们还是要开立一些许可条件。那要开立哪些许可条件呢？很简单，我们点击上面有一个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头像，点击设置。好，那点击设置之后呢，你这边可以看到有账户交易许可，你就把它点击下去。账户交易许可点击下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交易的许可，像是这边
如果你要进行一个 TQQQ 的一个交易的话呢，你就要勾选这个复杂或杠杆交易所交易产品的权限，你要有这个交易权限，你才可以购买这一档 ETF。所以呢，你可以点击这边，点击编辑，然后呢将这个打勾，然后呢点击继续，那后面的话呢就是签名，然后就提交出去就可以完成咯。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我另外一个账户。那这个账户的话呢，是我自己其中一个主要的账户。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持仓。那这个账户当中，我只购买美国公债跟那个 TQQQ 的选择权。那 TQQQ 的选择权，它比 TQQQ 它的一个杠杆性是更加的大的。不过呢，这个选择权它的一个逻辑要教给大家的话呢，我觉得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说呢，我这边就没有教大家如何去使用这种杠杆型的一个选择权。那大家的话呢，其实使用一般的像是 TQQ 的这种杠杆型的 ETF 来执行我们这个策略，其实就已经非常的足够了。那我这两个仓位，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有一个它的持仓是比较多的，是44，这是我每年每半年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时候呢买的。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4个的一个持仓，但是这4个的持仓呢，就是我今年不是年初的时候呢有遇到那个美伊战争吗？那美伊战争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有进行一个加码，因为那时候股市是有一段下跌的幅度的，所以我有进行一个加码。那我们可以往右边滑，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损益。那你看到我下面这个主要的持仓，它目前的话呢，未实现盈亏呢是来到了 118%， 那总共呢是赚了大概是10万美元。那上面这一个仓位的话呢，是股灾来的时候的加码，那它的未实现盈亏的话呢，就是273%，那它目前赚到的钱大概就是15000元。所以说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如果你是那种杠杆型的 ETF， 你在股灾的时候，就是股市下跌的时候呢，然后马上有进行加码，然后在他们反弹的时候呢，你的获益是非常的惊人，可以来到200多%。那再来就是，如果股市是顺的上涨，那你的杠杆型的 ETF 它的获益也会非常的惊人。好了，如果你还没有开立 IB 投资证券的账户，你想要开立的话呢，那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这期影片有教大家如何开立 IB 投资证券的账户，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那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使用 IB 投资证券的话呢，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 IB 投资证券的中文交流区。那这个交流区是由 Kevin 投资成长团队所创立的，目前呢成员已经超过了11000人。那你有任何使用这个券商的疑问，都可以在这个社团当中发文讨论。那我自己也发现到，这个社团当中已经逐渐出现了那种非常厉害的美股老司机他们都会在这个社团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那你有兴趣的话呢，记得加入这个社团哦。好了，我们这期影片呢，主要就是教大家如何快速去存退休金。那这个存这个退休金一定要有个目标嘛？那这个目标到底要怎么设立呢？那我自己的方法的话呢，我就是要先去了解我退休的时候呢，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每个月每年想要领多少钱。所以呢，只要我们知道退休金到底要怎么领，我们就可以反推回来，知道我们到底应该要存多少钱。那退休金要怎么领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去领退休金才能稳定不中断，而且抗通膨哦。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存退休金有帮助的话，你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其他想要快速去存退休金的朋友，相信会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哦。好了，我是不觉得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见，拜拜。这样看到吗？为什么上面一个空白哦？不行。